好饿，好饿，好饿，我真的好饿。25岁正是拼搏长身体的年纪，45岁也是拼搏长身体的年纪。是老师，我对饱这个概念也有点模糊。人家说的电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组合叫琳琅满目吗？因为你们两个名字里面各带一个字。错，插出去假粉丝。你放弃一个正式工作，是不是一件很大的事儿？因为你确实选择了一个甚至是在他们理解之外的一件事情。事后多分享，我事前就分享，就减少了很多他们自己想象的空间。大家去餐桌坐着说吧。好饿，好饿，好饿，我真的好饿。我上团建，我见识你的好饿。开饭了，开饭了。这是溜肉段吗？第3鲜，没办法，这是第3鲜，这是肉段茄子，里边有肉有茄子，都差不多，长得差不多。因为我发现大家都爱吃肉，所以就还是多点肉好。主要是琳琳一战成名。你真的一战成名哇！你们俩那天真是吃到最后，而且我能看得出来，到最后走的时候他也没吃饱，他还想吃，他没吃饱。他看了一眼，可能是后来跳了会儿舞又跳饿了。我每次吃都往那边瞟一眼，我看冯丽姐还在吃没，还在吃，发现了我再来一口。这是啥？这是第3鲜，土豆、茄子和辣椒。这个是啥？茄子肉段啊。这是肉段，这是茄子。哦，这两个看着太像了，是吧？对，我以为这是俩一个菜。哇，这个好好吃，这个哪个好吃？这个好好吃，尝一下。好下饭。还有饭吗？老师快来！从这边来的。锅包肉，对。我经常在美食节目里面看介绍锅包肉，感觉可香了，晚上就想吃这个。真的？你又不是东北人，但湖南人你不应该就想吃？我晚上想吃这种脆脆的。我来尝一下锅包肉。尝一下。我都没有注意过锅包肉是什么味儿。我小时候最讨厌吃饺子。小的时候老师，现在特别喜欢吃。我也不爱吃饺子，但我也不爱吃饺子，就是我没有不爱吃，可是我吃饺子那顿我就不知道我是吃了饭还是吃了菜呢。你知道我们好男儿比赛到了上海第一个春节，我们要去上卫视春晚，就是东北好像有要跨过0点钟声的。我那天从这个楼里边出来，春晚结束，我没有饺子吃，那是我人生当中最灰暗的一天。我当时人整个都不好了，我真的人特别不好。我现在还非常印象深刻的记得，我走过这个马路，走在空无一人大街上，我想，今年年30没吃饺子，我连个饺子都没吃上，特委屈。我很少因为这种事感到 emo， 但是那天我非常非常 emo。赶紧回家煮袋速冻饺子。没有。突然感觉到了一个人漂泊在外的辛酸。你别提了，我就到对面那个沃尔玛。我第2天，我去问我说，我买速冻饺子没了，我必须要吃茴香馅儿的。我在北京过年的时候，我必须吃茴香馅儿的。然后我就到那个，我好多那个品种啊，我就但这边很少茴香馅儿。然后我没看到茴香馅儿的，我就问那个服务员，我说，请问那茴香馅儿的速冻饺子在哪儿？他说什么饺子？茴香。我不知道。茴香馅儿，茴香是什么？更 emo 了。白老师天塌了，我就又不好了。南方人的茴香是八角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种香料，做肉用的香料。大料对，我们叫大料对。哇！然后我当时轰隆一下。之前我爸妈总觉得我点外卖很可怜，但其实我很幸福。对，你们都有什么属于人生的菜啊？你们的人生美味是什么？黄鱼年糕，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就是黄鱼年糕。那个汁儿拌饭，我能吃2碗。你呢？辣椒炒肉。哦，我也最爱吃湖南菜，这里面就是辣椒炒肉。好好吃。我觉得那个好吃，那个小炒黄牛肉更好吃。啊，我觉得小炒肉真的我永远吃不比。我们吃猪肉会多一点，辣椒炒肉。我觉得湖南菜最好吃还有一个磊椒皮蛋。那个好好吃，那个很有特色。那你的人生菜是什么呀？我姥姥做的春饼，因为我姥姥是东北人，她是做那种一大个那种自己烙的春饼，然后有酸菜、土豆丝儿、合菜。豆芽、香肠丝儿、鸡蛋，鸡蛋炒那个韭黄，
就是我的人生菜。对，那是跟我们买的那种煎饼就是不一样。它是用创东北的那种它是烙饼饼，和外边卖的煎饼完你可全不一样。以理解成为老北京鸡肉卷里边换成都是切成丝状的菜，哎，对，必须得是丝状的。那你是什么煲汤吗？不是，有一种叫鸡仔饼的那种小吃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不是，它是鸡仔饼，它是一个饼干，然后里边是有肥猪肉那样子的。我以为是鸡蛋仔，哪里的菜啊？就是广东的一种小点心吧，算是。就是那种，它是甜的还是咸的？它有甜有咸的。哦，我还以为鸡蛋仔就是一种甜点呢。它不是鸡蛋仔，是叫鸡仔饼那个东西。鸡仔饼。对。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，是因为我奶奶小时候就等我放学，因为特别顽皮，然后可能在学校里玩，可能玩1-2个小时，然后每次玩饿了，然后我奶奶就会拿那个在外边等我。但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了，因为感觉现在做的那种就加工的那种味儿太重了，就不好吃。哇，这个画面太动人了，我突然好想哭啊！奶奶在门口拿着自己做好的饼等着。什么湖大通乐？我妈妈现在就是这样等我女儿的。对。突然之间解锁了很多才艺，我说我怎么不知道你小时候会？我小时候一口都没有吃过你做的各种点心饼干。突然之间，今天拿一个发糕，明天拿个什么蛋黄包、奶黄包，太能干了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那个烤地瓜，我外公给我烤地瓜，然后我还没有到的时候，他就会放在他被窝里给我烘着，就怕它冷了。然后我走的时候，他一掀开那个被子，就是那个烤地瓜。一说大家喜欢的人生菜，就知道我们是多么的不同了。他说的那个鸡仔饼，我都没有吃过，因为找不回来了那种味道。对，还有校门口3块钱的鸡柳，5毛钱的辣条，都是很好吃。对，感觉要开心好久。不是因为我小时候特别能吃，我妈的难题就是我早晨吃完饭问我妈中午吃啥，中午吃完饭问我妈晚上吃啥。有一天我妈睡起来了，就是她睡得很晚，她10点多才醒，然后她那会儿说，哎呦，终于把这个早饭糊弄过去了。然后我就到我妈床边说，妈，早饭还没吃呢，就把我妈强行拽起来，就是小时候特别能吃。你完全跟我比不了啊！这个不是我就没吃饱过。是吗？我没吃饱过，没吃过饱饭。是老师，我对饱这个概念也有点模糊。人家说的电器就是你要是就是没有饱，要不就是饿，要不就是撑。电器都我懂。就是我不知道饱是一个什么概念。我每天晚上睡前我要吃健胃消食片。你刚刚好的时候你会想继续吃啊，你就是所以只有饿和撑两个概念。我懂你意思。就我俩在吃的时候肯定是那种，就是我只要在吃，我就一直是饿的。我只要放下筷子，我就是撑了。对，因为胃的反应会迟钝一些，你已经饱了，实际还没有反应过来，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撑了。你让我早饭，我可以吃7个巨无霸，吃不饱。我爸妈那会儿特别忙，我每天晚饭都是等他们从外边，就是吃完饭带回来给我剩饭吃。我每天终日处在饥饿状态。然后有的时候我妈回来特别晚嘛，就给我买一堆汉堡，然后放在冰箱里，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可以吃了。哎，你们男生都吃不饱是吗？小时候吃不饱，就长大就好了。那我就放心，因为我儿子永远吃不饱，我真的好担心啊，长身体。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真的不是开玩笑的。我妈那会儿是真的是，她担心她养不起我，就是实在是准备把你送出去。她是真的跟我表达过担心，她说我觉得我养不起你了，你实在吃太多。没事儿呀，吃白馒头吃9个就养得起了，不用吃巨无霸，养得太精了。是不是？那会儿吃面食都是论斤吃的，馒头也论斤吃，烙饼、包的饺子家里包的饺子，这么大的饺子我能吃60多个。60多，我们一家人能吃60多。张华胜他之前给我说，他说东北人吃饺子都是50-60个起吃。天哪，我那时候都惊呆了。我们是按个6个9个啊，最多12个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在60个饺子面前，我只能说食神。而且吃完用不了1-2个钟头又饿了，消耗大了。哎，你去查一查你的体质吧，是不是你有某种特殊的消化酶什么的？没有，我不知道。那你现在还这么能吃吗？没有，现在就吃一口就饱。就是前半辈子吃了大半辈子的饭。
好了，1点35了，收拾收拾，2点钟发课题了。哎，就说完这句话之后，大家所有人都叹了一口气，我又把你们的欢快给打断了。各位有没有那种跟家人相处的时候善意谎言的经验？我那个时候是啥？我刚开始毕业的时候，我其实没找工作，我就想干脱口秀，但我家人是极力反对我干脱口秀的。我那个时候，我妈就很操心找工作的事儿，我就给她说，我说找到工作了，但人家那个工作要求，因为正常毕业是7月份，我就人家就要求9月份入职，所以说我这一段时间就正好没事儿，我就干脱口秀，然后而且那个时候我知道大概7月份就有脱口秀比赛了。所以说那个时候就相当于你就只有这半年的缓冲期，然后我就给家里一直说这个就是我9月份去入职公司，这段时间你们就别管我，这段时间就让我尽情的去干脱口秀就好了，而且我干脱口秀也能挣到一部分钱。然后等到上完节目，然后他们也是在节目上看到的，但他们知道我上节目，他们也知道我干啥，但他们就问说那你那个工作怎么办呀？我说没事儿，我说我赔违约金了，我赔违约金，然后就解除合同了，我的干，然后他们就说，哎呀，那钱可都白花了，那违约金的钱。主要担心这个。对，就在山东人的家庭当中，你放弃一个正式工作，是不是一件很大的事儿？因为你确实选择了一个很非传统的一个行业，甚至是在他们理解之外的一件事情。他们就没办法理解你的这种做法，所以说你只能通过一个善意的谎言稳住他们。然后，但是我相信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为啥，老有种自信说，你能在脱口秀这里干出来不一样的事情。所以说，当你干出来之后，他们就会没那么担心你，因为他们所谓的那种担心，就是来自于他们对这个行业不了解，他们不知道这个行业究竟会发生啥。所以我经常会给他分享我在会干到啥，就比如说我从事后都分享，我事前就分享，就是我每一步他们都知道。就比如说我去参加试镜了，我去参加比赛了，我第一天比赛，比如说输了之后第2天就要比了，我比赛前都会给他们打个电话，就他们是全程知道我在干啥的。所以说他们因为对我的事情就是太了解了，他们知道这件事情具体是怎么回事，就减少了很多他们自己想象的空间，他们就对我给了更多的信任。因为他们清楚这些事情是怎么回事了，他们就自己不会有瞎想了。在生活中跟父母都是这样的。先旭，哎，那你在极客上场里的这个角色上有没有类似的经历？这小子去参加这个 offer， 压根儿就没跟家里人说。那和杨凌卫是一个情况。对，江晨他的父亲本身就是一个中国数1数2的律师。哦。但是他爸跟他说的是你不适合干这个。哦，他就证明。对，然后他去的是一个顶尖的一个红圈所吧，然后国内另外几个顶尖红圈所，其中一个就是他爸开的。哦哟，然后他就是说我要在你对家找到我自己的 offer， 然后干到跟你一样大。心中隐隐的有一个下一次在法庭上我要辩赢你。对对对，就这种。听着很好看的样子。这角色挺有意思。我分析这个角色的时候，他梦想一半一半，他另外一半就是为了反抗他的父亲。你说这段的时候，我想到全林老师，因为全林老师作为国内数1数2的新闻人，自己的孩子也学传媒，这个跟刚才的故事，他一定不是为了跟我分庭抗礼。没错，小心哦，全林老师，以后坐在观察室不小心看见自己的孩子，可就着急了。我跟你说。下一个踢馆嘉宾，哎，您跟儿子相处的时候有过这种善意谎言吗？在家庭里？还好，其实我的经验就叫做，事发生的时候少说，事后要多说。你知道，其实父母的担心啊，是挡不住的，根本挡不住的。我儿子属于那种就是心里特藏的主事儿啊，就是我其实非常会察言观色、微表情判断一个人说真话、假话。新闻人，因为我跟着审过2年案子，对，真审案子。审案子的招数都用在孩子身上。但是所以我会观察一个人到底在说真话还是假话，但我在我儿子脸上发现不了。反侦查能力这么强？对，就是什么事儿？就他情绪特别稳定。比如我说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哎，我说那你们这个年龄段是都大2了还没有女朋友？也不是吧？你没有想过这是我自己个人的问题吗？
哦，就你问不出来。然后但是比如说我有新的那个朋友送我的拉布布，然后对我挑出一个粉红的，问他我说你要送人吗？他拿走了。这还看不出来吗？全林老师，这有点故意遮蔽眼睛了。它是不形于色，但都用来做了呀。形胜于眼。形胜于眼了。粉色拉布布拿去送人了。对，那你也不能证明啥。他说，就是聊得比较好的女性朋友。哦，女生朋友，这一段播出的时候，儿子也是会看到的，看到什么反应也能观察出一二来。07。Yes。